今天有哪位有脖子痛的毛病吗？你们颈椎有毛病？这个颈椎哈，在这条颈椎上面嘛，我们用大拇指，这个另外一只手你要先压着它哈，固定，手是这样，然后大拇指压进去，压进去了以后往里推。等一下我这个方法我会教大家，你看听到没有？那个筋，听到那个筋咯咯咯响，但是这里面还有分大筋和小筋哈，外面那条筋啊，那个是比较容易按得到。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夹脊的话，它是紧挨着脊椎，紧挨着脊椎就是神经的出口，所以我们直接刺激在那个神经出口上面，那个效果是最好的。那我也有去查过那些书，华佗夹脊治百病，他们有专门讲到这个颈椎病啊，其实他们就是针刺，直接刺在夹脊穴上，效果非常的好哦。那我们按摩的时候呢，我们用手指，那没有办法说直接插到那个缝隙里面，可是我们用手指的话，直接压进去，再往里面推，效果是一样的哈。自己要有感觉到那个咯咯咯响到里面去。尽量的靠进去，就从这个上面，这个枕骨下面开始做起哈，枕骨靠近脊椎的，靠近颈椎那个位置，一直往里面抠。而且如果是颈椎不好的人哦，在这上面这里哦，它会有一些疙瘩、硬块这样哦，那个摸上去我们会感觉到像骨头一样的东西，那个也是因为长期堵塞在这个地方了以后形成的硬块到后面就变成钙化为骨头一样的东西。那个一般脊椎有非常严重的毛病的人才会有那个硬块在这里面。但是大部分人现在年轻人啊，玩电脑多啊，他们已经开始有那些疙瘩软的疙瘩了，摸上去可以摸得到那一块东西哈。它还好，它没有什么疙瘩，它只是它的筋比较紧，很硬，对不对？那这个方法呢，以前我们学的话，我们是用手肘直接压下去来做。其实这个用手肘的方式来做脖子的话，大家要非常的注意，特别帮别人做哈，因为整条脊椎里面最危险、最容易出事的就是颈椎，颈椎比较脆弱啦。那如果女士啊，特别是那些瘦小的，还有年纪大的那些女士，她们的可能有骨质疏松啊什么之类的，很危险。就是建议大家不要一下手就直接拿那个手肘直接下去，这样很危险。那我现在做的话，我基本上我都不用手肘，我全部用手指来做。手指其实它就是一把针呐，比较尖锐的针可以下去，用力道。其实经常做的话，非常敏锐啊，感觉也非常好。我们用得好的话，其实也很好的工具。那像手肘部位，我基本上我是拿来做这个臀部啊，还有这个背部这样，那个面积比较大的地方可以做。而且有很多肥胖的人，像我的客人基本上是那个老美的话，他们有些脖子根本就看不到，他们这一层两三层的那个挤了一块，就有一条线，就只有一条缝，所以如果你要用手肘下去，根本不可能嘛。那像这种情况，他们的脖子还是有毛病，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只能是用手指了。哦，碰到肥胖的人只能是这样了。那像他这个就很好，用手肘也很好按了，但是大家还是学一下另外的方法，因为手肘按还是有它的危险性哈，就是比较容易把人家那个脖子啊不小心用力过度的话会搞伤，这个不太好。那这个是一个方法，我们刚才说的，这样往里面压哈，掐下去，再往里面推啊，两边都是，自己可以换。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他客人躺住哈，你可以躺着正面躺着的。像他躺住的时候，我们用手托着他，就是托他的脖子，用这4根手指这样，在脊椎在这里，我们这样压他，抠过来，倒抠过来，我手放下去哈，像我另外一只手压着他，这个站在他的前面，然后你手下去，手等于这样抠上来哈。这个是帮人按的。
等一下我会教一下自己，帮自己按，可以感觉到我戳那个筋哈，那个戳那个筋的感觉非常好。这个的话不太费力，像刚才他坐着，我帮他按的话，我手比较费力。那这样的话，我是4只手直接倒钩这样过来，顶进去，往里面推，往那个颈椎的方向推，然后你要感觉到它那个筋啊。痛哎，很痛，它这个很痛。然后我用1只手指，没关系。你看可以感觉到那个筋在叫啊。这个还是有跟着的。刚才坐着摸不出多少。那2边哈，我们就换手。这样的，我只是让可以听到那个筋咯咯咯咯响。这个方法其实自己可以做，你等一下，等一下你起来我再教你们。你可以起来。自己做怎么做呢？自己做的话就是拿手指哈，4个手指这样。你先找到那个颈椎这条骨头，就靠着那骨头，你就在骨头旁边这样抠它，倒抠过来，这样哈，这样压它。我们自己来，先压进去，顶进去先哈，先顶进去，然后顶进去，然后往那个颈椎那个地方倒勾进去。要感觉到有那个筋咯咯咯咯响哈，你看，把4个手指压进去，然后你看自己感觉到那个嘣嘣嘣嘣哈，听到没有？你现在是压他的那个颈椎的左边与右边。我这样进去抠过来，往这边，你看我在对面，对面压对面，这样比较顺啊。因为这边的话，我往这边就没有用了。我们是在颈椎上面把它那个筋这样勾过来。不是换在中间，是不是啊？不是中间，是在颈椎这条颈椎，你看我们是这样抠，这个是颈椎，我是这样抠这边，往中间抠，往中间抠。对，这个方法其实真的非常好，大家做一下你就知道，你这个脖子的筋如果拨过了以后啊，整个脖子马上就轻松。我去年我都说我那个脖子当时我都差不多要感觉断掉，因为我用电脑用太多了，然后又不运动。然后自己就是乱按呐，按外面没有效，一点效果都没有。我还用那个拉筋拍打方式吊脖子，就是每天早上把那个脖子吊到那个外面，吊个2-3分钟啊哈。然后也用拍打方式，因为当时已经感觉到痛了，拍打也打不下去了，就感觉不舒服。我先生也帮我按，我自己也乱按都没有用。那后来就是用这个方式，我就自己抠。从此以后我脖子再也没有痛过。当然我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响声，我会有响声，但是我不会痛我的脖子啊。我只要有时候一累，上个月我又有一次，也是觉得好像脖子好像有点不对，但是自己这样抠进去，然后我现在这样轻轻的抠，我都可以听到那个声音咯咯咯响的那个筋的声音。其实你就往里面压就好了，沿着那个脊椎旁边往里面压，这样。就可以听到。其实压下去有痛点就对了，有痛就好。一般来说是要感觉到那个筋，范围是。像我现在我都不需要拨什么，我只是压下去我就听到那个筋了，就听到那个筋，是我自己的，我这样。但是你们自己做的时候最好是有拨一下，那个感觉比较好。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就是脊椎，这个没有关系，就是你我一般来说从上面枕骨往下做，有时候我先生开车啊，他的脖子有些不太舒服，我坐旁边我就帮他这样抠，哇舒服很舒服他一路开车我就是一路这样帮他抓，那个抓脖子真的是很舒服。然后我现在我的客人也是，他们除了做头，脖子帮他做一下，我整个人一起来，整个人都变了，哪都通了。所以这个头部按摩非常重要。那我昨天有一个小孩子来我家做，他是急诊的，昨天打电话过来做，7岁的小朋友然后突然前天晚上啊，就是突然，他是说做什么来着？反正嘣一下，然后就扭住脖子和肩膀，就是主要脖子痛。
然后去看医生，医生也没办法，毫无办法，就是给他吃那个止痛药。哦，那7岁的小孩子，你说吃止痛药，那个妈妈着急的要命。后来昨天早上他还去看那个小儿科医师，有个小儿科医师，一个老美，他就推荐他来我那里然后那个妈妈还打电话过来，就过来约，也马上过来做嘛，他是等于看急诊，突然加急。那后来做了，当时小孩子很小啦，7岁，躺在床上都第一次，他从来没有按摩过的哈，所以我们做的也是做的很轻。我是上油啦，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小孩子嘛，我就上一些那个椰子油，我主要是用椰子油，擦一点在那个脖子上面，润滑一下，这样的话就是他就不会感觉到疼痛哈。一般来说比较有润滑，而且小孩子很怕痛，稍微用点力，我就是一个大拇指帮他拨一下，那个擦了油以后，轻轻的拨一下，他都会感觉到痛。因为他当时上床的时候，他脖子是这样的上不去嘛，那我们刚开始拨的话很轻，他都会叫的痛。后来我也用那个温灸器，用了点热源了，这样就用那个温灸帮他加热一下，然后再试，慢慢把那个力道试进去。结果后来不到半个钟头，他就可以转动了嘛，那个头就可以转动。然后后来再做肩膀啊，就是一路做下来嘛，从这个。我一般是从枕骨，像他们一般来说脖子痛、肩膀痛的话，枕骨很重要哈。枕骨下面这里啊，它那个很多斜方肌啊，还有那个皮肌啊，这些都是从枕骨这里接下来的哈。就是风池啊那些地方啊哈，那个翳风这一段的横过来风府这个地方，它那个肌肉是接在这里，然后跟肩膀相关的。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枕骨也是要做。如果有脖子痛的话，枕骨那一段都要做哦。那做完了以后，就用刚才我们那个方式，就是拨它中间那个颈椎的筋。那小孩子他因为很怕痛，那我们不能用我刚才那个方式一压下去，你们都觉得痛哈，太大，那个太大了。所以我们要看人来，那小孩轻轻拨，慢慢把它加进去，帮他拨好那个筋。所以后来也是做完了1个小时出来，他就已经完全好了。后来那个妈妈还问我，还要不要再来？我说不需要了，因为那个小孩子哦，他不像大人，像我们大人玩电脑啊、手机啊、什么 iPad 的那些东西太多了哈，就是整个长期脖子毛病很多啊，所以一定要定期保养。可是那个小孩子，我有问他，他说他没有 smartphone， 也没有 iPad， 也不那个就是看电视啊，他家里面有看电视，没有玩这些东西。他不是因为姿势不正确啊，或者是什么之类，就是玩电脑跟电子产品太多的原因嘛。其实就是一个事故一样，他好像是撞击，说什么撞击来的，反正就突然就动不了，然后这样。所以后来一次我们按完了以后，他就可以动。问他大概好了多少层？开始半个钟头的时候呢，大概还剩1层吧，这样就还剩1层。最后1个钟头我们做完了以后，他下来蹦蹦跳跳的在那里做完，问他还怎么样？都好玩啦，都好玩啦。所以他妈妈后来问我说要不要继续再来哈？一般来说，我们治疗视网膜一般我们是3到5个疗程的嘛。但是小孩子比较特殊啦，因为小孩子他会蹦蹦跳跳的，他不像我们老是坐在电脑面前的这样，或者是你长期年纪大了，那个累积的伤痛越来越多嘛。那他才7岁，所以他能活蹦乱跳的话，就基本上就好玩了嘛。所以后来我也叫他不用再回来了。就是这种按摩其实是从小孩到老人都有效但是我们就是要看啦，有些他的接受能力，像那个小孩子他是很怕痛嘛，那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像我翻过来的时候，那小孩我就把我家的那些足疗的那些耳朵啊，还有那个小脚丫啊，就丢给他玩嘛，就让他分心，然后躺住的时候我抠他那个脖子，就和你刚才做的那个方式一样。然后我做他一路在玩那个脚，好好玩的那个模型啊，我就把他弄一下，等我想不行，太重了，我又跟他聊天讲，又弄一下，就是时间花的蛮长。后来其实是做了1个小时，但是其实当时半个小时不到，他都已经其实基本上就已经好玩了，但是还有一点点。后来我叫他坐起来试一下，大概还有一点点扯住，所以后来翻过来再帮他做一下，帮他把那个脖子再绑一下，基本上就好了。所以
那个方式其实那个方法其实蛮好的，就是对落枕。后来我也有试过这个方法，就是做甲基穴，我们刚才教的这个方法，做我女儿的那个落枕。我女儿有一天也是落枕回来嘛，她不知道是干什么做什么事情，回来落枕，后来就帮她做。我也是就这样帮她拨筋，一下做完了才10多分钟，因为她已经大了嘛，我就直接帮她用力做，很好，10几分钟就好了。